秋天不一定是贴秋膘的日子，也可以是吃大闸蟹的日子，但是那还不是贴秋膘，是一整个公蟹的那个钳子的肉。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可以说是满足了我对大闸蟹的所有幻想，毕竟你全程都不用自己剥壳，全部给你剥好的蟹黄和蟹膏。这也是东京唯一一家米其林的大闸蟹店，它会牢牢的粘在你的舌头上面，奢侈。Hello， 大家好，我是酱。今天我们找到这个店在东京的日本桥，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商业圈，也聚集了非常多的米其林餐厅在这儿。就其实你要在日本吃到非常纯正的中国螃蟹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就可以吃到爽。こんばんは。我是做包间，我就坐右边吧。非常的害怕，但是也非常的饿。好了，我们废话说太多，直接开始吧。这是今天打头的小凉菜，红彤彤的糖腌番茄，就像小时候妈妈做的。然后正餐前还会有一小杯汤，这个汤应该是勾了芡的，喝起来很浓稠。哎，越喝越饿。入秋之后的第一口蟹肉，给大家表演一个空口吃蟹肉，它是现拆的蟹肉做的塔，然后上面点缀了一点鱼子酱，一勺送进嘴里，满满的蟹肉，一下又打开了味蕾。接下来就是螃蟹界非常出名的一个菜，醉蟹，一生一熟，熟的就叫熟醉，生的就是生腌。打开生腌蟹壳的那一瞬间，它已经帮你把蟹黄、蟹肉之外的东西都挑走了，它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先是那个微甜，然后再是膏黄的鲜嫩绵润，吞下去之后嘴巴里都是酒香，再来一口挂水的那种。那个绍兴酒的味道特别浓，然后是一盘金灿灿的炸带鱼。我上一次吃到这个菜还是3年前在国内，特别的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不吃炸带鱼，明明这么香。然后下一个菜还比较复杂，师傅先是端了一堆配料，然后当场炒蟹黄、蟹肉，还有荤粉丝。他那个蟹膏放在锅里一炒，你就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那个蟹黄味，而且身上非常痒，像是有螃蟹在爬。我现在就要吃到，吃进嘴里，我的第一反应它很像高配版的学校门口炒粉的感觉，但是你只要多咀嚼一下，你就能尝到里面颗粒感的蟹黄跟蟹膏。今天我们阵仗太大了，我们前后总会吃大概小20只蟹。下一个菜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到的东西，酸汤肉燕抄手，里面包着的是一个完整的大闸蟹前肉。它和普通抄手的区别就这里面的蟹前肉更弹更鲜甜，再加上它那个酸汤很稠，还带着一股药膳味，特中华的药材味，瞬间感觉特别养生。不到150。接下来这个菜又很厉害，谁能拒绝一碗揭开盖子还在咕噜咕噜的蟹黄麻婆豆腐呢？正想说吃川菜怎么可能没有饭，拿了一小碗非常迷你的，特别可爱。它听名字就非常的奢侈，闻起来是一种干锅香辣蟹的味道，入口最先是那种熟悉的郫县豆瓣味，有点冲但是很香。豆腐非常紧实，而它是用真的蟹黄炒，没有科技鱼很活，就是刨饭。然后接下来的2只大闸蟹是我们今天吃的30多只里面最肥的2只。感觉师傅在你旁边剥螃蟹还是会有点紧张。看着服务员把螃蟹拆开，又摆得整整齐齐，甚至还有点像艺术品。就问这一壳的蟹黄蟹膏，谁看得不迷糊？有大口蟹黄，它这个蟹黄真的是鲜的饭甜，这里面的油香你都不用细品。然后接下来这一盘就是今天的王牌，秃黄油捞饭，橙红的蟹黄和蟹膏看着就很有食欲。把它倒在饭上，我们先尝一口原味，原味吃起来就是很香很甜，蟹膏会粘稠的挂在你的嘴巴里，舌头去舔的时候还会有点难舍难分，但是多吃2口可能就会腻。这个时候加一点旁边的黑醋，就更能激发螃蟹的香气。我发现加了醋溜的更好。这个菜真的太爽了。然后下一个菜非常清爽，芦笋炒蟹腿，就是蔬菜，对，它是蔬菜啊。最后的压轴还挺有意思，是一笼巨大的蟹粉汤包。它这个皮很神奇，它其实很薄，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蟹肉，但同时它又可以提起来玩，还配了一个吸管可以喝里面的汤，像蟹奶的那个感觉，肉汁混着蟹香，而且它这个里面的肉馅也混合了蟹黄。我感觉这一个汤包就用了好几只螃蟹。收尾的甜美是这种梨汤，喝起来暖暖的很舒服。秋天的梨汤果然就很润肺，吃完螃蟹再喝一碗姜茶，暖暖胃。今天这一顿饭真的让我体验了一把螃蟹自由，而且你是在东京，家店就感觉比国内的餐厅还好。阿基推荐指数9分，看怎么样？我吃了3片它那个大肉，我现在就是一个非常的后悔。自从我来了日本，就吃了非常多的便当，但是从来没有吃到过像今天这样的。什么呀？肘子肉，太噎了。今天在油馆看了家特别劲的店，据说它是一家专门为大胃王设计的便当店，店长甚至还开启了一个挑战，如果你能顺利吃下这个2间的便当，就可以迎娶他的女儿。啊，怎么可能？这家店现在在油管上面也特别的火，不仅是因为它量大，其实主要是因为它便宜。有多便宜？待会儿对比一下你们就知道了。今天我们来的地方是龟户，今天我们还特意找了个大胃王，林华，注意看，他今天特地穿了一件宽松的衣服，看来他并不打算保留任何实力。我以前在学校门口点了半斤面，被同学笑了1学期。这个就是他们家的店面，非常的朴素，门口的横幅就写着寻求挑战1公斤便当的人。店里的便当也非常直接，想吃什么都可以直接拿起来看。我发现它种类异常的丰富，价格和重量也写得很清楚，有鳗鱼炸鸡厚蛋烧，也有生姜火腿可乐饼，还有这种炸鸡超厚肘子肉，还有这种大阪烧、炸鸡、章鱼小丸子。七龙珠可还行，它甚至还有这种350日元的超低价区，折合人民币才19块。这种陨石饭团也很劲。我今天要挑战的就是这个肘子肉。これ一つお願いします。じゃあ2000円でお願いします。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真实的1公斤哦，拿在手里像提了一个铅球。为了吃他们家，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想看一下我能吃掉多少克，所以还专门准备了一个秤。好大的小区。到家我们先要给便当加热，但是你猜怎么着？嘿嘿，他那个底盘直接被压死，笑死。那个微波炉根本转不动它。但是不管37217928，废话说太多，我们开始吧。这个总共是5片肘子肉和4坨炸鸡，中间还有一条炸虾，一点咸菜。它这里面的菜都是今天早上用新鲜食材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先尝一下鸡块，看是不是真肉。
是真肉。它这个炸鸡应该怎么形容？其实没有很多淀粉，但它就是有点像跑了1000米之后的我，软了，比我想象中的更扎实。不能说难吃，就是有点噎人。来，我们便当的重头戏——肘子肉，它真的是很厚的一片，感觉它在扯我的筷子。好日本的味道，特别的照烧。先说感受，好吃，特别的肥，像咸烧白的加厚版，但是它是日式照烧的口味，又咸又甜。当你把它里面的油嚼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很想刨饭。但是这种快感也仅限于2片肉之内。当你吃第3片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整个食道都挂满了猪油，非常独特的体验。换个口味，吃根炸虾，虾肉本身还是嫩的，就是外面的淀粉已经软了。接下来我们直接快放吧。谁能替我把这期视频拍完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吃了多少，还剩多少。肉的话只剩2片肘子肉和一个虾尾。你吃了300克、200克、270克，你还称着半斤，骗人！好的，我们现在在此宣布挑战1000克便当大失败。再看一下大胃王吃了多少？吃了124克。所以我们到底在挑战什么呀？无语。当然吃不完的我们还是要打包回去继续吃。不能浪费，家人们。今天的视频非常愉快，阿基推荐指数7分，嘎威尔。日式烤串，它其实还真有点东西，就跟成都的火锅一样，天天吃就有点腻，一天不吃你就感觉身上有小鸡在爬。东京的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又到吃串的时候。昨天因为那家拉面店闪现到了京都，我们又回到了仙斗町，上一次吃寿喜烧的地方。其实我每一次来京都都会感叹，这里的氛围感是拉满了的。在这种地方吃饭，你就会觉得好像多收一点钱也可以接受啊！这说什么呀？好装呀！糟了。今天来的这家店也算小有名气，店里人很多，也很有烟火气，有点像深夜食堂热闹版。我好像很久没有坐在过大酱面前了，有点小拘谨。他们家的小菜是用纸包着的，以为是什么稀奇玩意儿，但其实是毛豆。就感觉有创意，但不是很多。第一个前菜是一个冷的厚蛋烧，配了一坨很厚的萝卜泥，那种冷冷的奶香，有一种像蛋卷冰淇淋的感觉。这种咸甜的东西最开胃。然后是一盘薄切的牛舌尖肉，牛的舌尖肉会特别的嫩，烤得恰到好处的口感弹牙，越嚼越像火锅里的脆毛肚，再加上爽脆的莲菜，典型的日式山椒味，好吃啊！他们家怎么说呢？你吃的速度一般跟不上烤的速度。猪肉卷杏鲍菇，在外围刷了一层甜酱，其实杏鲍菇本身的口感就很像肉，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种港式叉烧的感觉。鸡胗是我吃串必点的，我真的对这些下水的串不能拒绝。那种带着炭火香味的嘎吱嘎吱的脆感，别人都是美酒配美人，我是帅哥配烤串，有点普信的感觉。接下来这个像棒棒糖一样的是猪肉卷生菜，我一直觉得创作出这个的一定是个天才。这个我可以整10串，巨健康。油腻的猪肉和清爽的蔬菜，就像我和满岛光有一种般配的感觉。这串比我脸还大的虾属实很让人心动，因为烤得很脆，所以特别好剥。他们家的虾其实比较绵软，不过我还是更喜欢那种现捞起来 Q 弹饱满的虾。猪肉包番茄这个我很喜欢，它其实和提灯有异曲同工之妙。提灯打包的是蛋液，它打包的是番茄汁，油水或者酸甜的汤汁，顺着你的舌头往下流。刚才的烤生菜就是清爽，这个就是温润。下一串烤牛肉，他家的牛肉吃起来就是一个入味，但可惜它是美国牛肉，就是因为它吃起来非常的硬。我真的很爱烤香菇，香菇巨吸汁儿，我觉得它吃起来就是素鲍鱼，表面上刷了一层猪油，更香了。我就在喝水。然后这个是猪肉包红薯，8根子打不着的一个组合，这个红薯的调味会盖过肉香。我还是想念东北的拔丝地瓜。烤鸡腿肉嘛，只能说不如烧鸟店，它是黑胡椒山椒调味，就是很下酒。哇，猪肉包半熟蛋太好吃了，鸡蛋是提前卤过的，就它虽然是溏心，但是又不会有液体。它中间那一坨吃起来特别像慕斯，再加上猪肉好吃。它这个茄子烤的也很多汁。我发现我判断蔬菜好不好吃，主要是看它水多不多。同样的口感，但却没有香菇好吃。在日本，像这种传统居酒屋里面的串儿啊，都非常的有创意，真的很适合聚餐。但是想吃好吃的烧鸟，还是选择正宗的烧鸟店比较好。好了，阿基推荐指数8分。酱油拉面，不知道时隔了多久，我们终于吃到了今年最后一家满分店铺。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店存在，还是一位远在京都的老朋友告诉我的。那不得马上收拾行李，坐新干线直接前往京都。主要是我这朋友已经在日本探过100多家拉面店了。今天我们是要去一家评分4.6的拉面店，这个分数着实让人觉得有点恐怖。它要是不好吃，它就完了。这是一家藏在京都老巷子里的小店。京都这座城市的氛围就是这样，有一种骨子里内敛的拽。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拽什么。他让我在门口等一下，我们等了1个多小时，无语。但是进店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家很奇怪的是，一点都不像拉面店，非常的高级古朴。就问你们谁坐在包间里面吃过拉面？我是在包间里面吃面，虽然不是很理解，但是感觉很帅。其实日本的拉面有很多种，但是他们家只有3种味道：酱油、盐味和咖喱。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酱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吃面也要有参酒，但我喜欢这种装逼的感觉，喝不来。接下来还有一盘前菜，头一回吃面还要吃前菜，这太讲究了。这是海胆鱼子奶油，里面的奶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冰冰凉凉，不会过于很甜，有点像咸奶油的那个意思。然后是一杯特别清新淡雅的抹茶冻，它这个抹茶特别的京都，就是又
香又苦，又苦又甜，像极了爱情的味道。什么呀？接着小姐姐把面端上来了，好大一份，配菜和面是分开装的，也是单独烹饪的。它的面是中细型的，就是一般酱油拉面都用的中细面，因为这样更容易挂汁儿。配菜里面是鸡肉、叉烧、鸭肉和小银鱼。吃面先喝汤，日本拉面的小规矩。它这个汤入口第一感觉是酱油的香味特别重，然后那个酱油的味儿过了之后就是一种鲜味儿，又重又鲜，太好喝了。你们不要觉得它看上去很像苏州小面，但其实吃起来味儿很足，然后面条的粗细又很适中，嗦起来就会特别的过瘾，得劲儿了。再来一块鸭肉，它像国内盐水鸭的味道，芝士油饼一定要泡汤吃，油酥酥的味道特别像日本的猪油渣。其实可以把肉放到碗里泡一下。现在吃一口他们家的京葱，葱根特别的甜，这烤个烧鸟该多好。鸡胸肉是低温处理的，在泡了热汤之后会显得更嫩。旁边这个是鸡肉豆腐泥，像乐山豆腐脑上面那个哨子，吃到一半还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山葵泥，它会让整碗面增加一点木质的香味。再嚼着那个颇有劲道的面，第一次吃拉面吃出了幸福的感觉。叉烧我一般会留到最后，就像草莓蛋糕的草莓，配着面一口吃，我就是碳水之王，特满足，特满足。其实这么好的体验也没吃多少钱，比我们之前吃那个1万1碗的好多了。也特别佩服他们家精心设计过的仪式感，果然只要专心在做好面这一件事上，做出来的面确实很极致。阿基推荐指数10分，卡威尔真好吃。给大家表演一个帅哥啃菠萝。嚯哟！你们看我旁边这个巴西大哥，在赢了韩国队之后都笑成什么样了？甚至感觉今天来吃巴西烤肉，上菜都比平时要积极一些。好，大耳挖机，今天我们必须要吃一点有氛围的东西。但是说到巴西，我不知道除了巴西烤肉以外还有什么，好像还有个巴西鸡肉派。算了，我们还是吃烤肉吧。今天涩谷的这家巴西烤肉真的非常非常的绝。虽然很不愿意，但还是夹了一些活到150。他们家这个自助餐吧，主要是沙拉和甜品。今天可以活到160。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懂，为什么每次吃饭之前都要经历这个痛苦的环节。我真的很想手动拉一下进度条。今天的第一口给到他们家的烤鸡肉，巴西烤肉的特点一下就出来了，就是火大，它会把鸡肉烤得特别的外酥里嫩，它把它里面的汁水锁得巨好，鸡肉那个滑滑的口感还有点像白切鸡。然后下一个是我一直很期待他们家的蒜香牛排，超厚一块。它这块肉最厉害的就是他们家会把那个蒜香腌得很入味儿，油肉流出来的油都是蒜味儿，特别的香，肉感十足又不会很噎人，蒜泥厉害。然后是牛里脊，典型的没什么脂肪，但是由于火候把握的比较好，半生的感觉还是会让人觉得很嫩，好吃，但是没有巴西的感觉。3分熟的里脊，吃起来会有水牛的那种味道。再来一根香肠，它这个香肠密度特别的大，就像我婆婆给我舀的饭，真会压。但是要说香肠还是德国好，下次德国踢赢了再去吃好了。这个也是巴西特色小吃，芝士薯饼，并不会拉丝，浅尝一下就好。下一块是烤牛的三角肉，果然这种孜然味的烤肉还是得用生菜裹着才好吃。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人气特色菜，烤菠萝，是不是很难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它外面会烤的那种焦香焦香的，然后因为它是烤过的，所以它吃起来完全没有酸味，非常神奇。亚马逊丛林的属于是。他们家的烤羊腿肉我也特别喜欢，因为它巨膻，我操，膻疯了，太爽了，甚至让你有一种吃羊杂的感觉。2有1万个草泥羊在你嘴巴里面奔腾，这种时候就要配一个烤洋葱，你会觉得非常的应景。烤过的洋葱还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苹果味儿。接着又是一块烤牛排，哎，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特别喜欢吃这种滴血的牛排？刚刚在那边看到你，感觉血水旁边的你还挺好吃的。对了，他们家有个小妙招，就是吃腻了你就去问他们要那个菠萝，瞬间回满血，总共20多种肉。巴西人真的是很幸福的。阿基推荐指数8.5分，卡梅尔。日本和牛的历史其实只有60年，但它却发展成了全球最贵的牛肉。它为什么可以卖这么贵啊？岂有此理啊！所以我就去约了一家连续拿了5年百名店的和牛馆。我这太扎实了，太爽了。毕竟我也想知道吃和牛吃到反胃需要花多少钱，特别是它里面那个最粉嫩的那个部分，是嫩的，哇。龟苓膏。今天的废话也很多呢，带上家伙出门。今天我们来的是蓝青山那家完全预约制的烤肉店，这店也藏得够深，高情商，注重隐私。我老板没钱。好了，不说废话了，看一下它这个人均2万的价格究竟如何。饭前先来2片咀嚼片。第一个菜不出意外是茶碗蒸蛋开场，它这个蒸蛋特别的点是，它是用煎鱼的汤煮的，所以吃起来还会有一种鱼汤的鲜味，里面还加了一点黑胡椒，所以鸡蛋的奶香会更加明显。今天这个沙拉又到了我们的活到150的环节，它上面淋了一点黑松露的油，你们知道它闻起来像什么吗？就是用汽油拌的生菜。然后第3个前菜给我们上了一个粉条，它吃起来觉得很像奶油蘑菇意面。怎么还有前菜？其实在日本所有的生肉吃起来都有一种饺子馅儿的感觉，他们家的生肉是用酱油调的味，里面混杂了些很有嚼感的菜和海苔，你吃惯了就会觉得很好吃。第一块是和牛的上腰肉，就这一块的肉质它一般会非常的软嫩，因为它肉瘦纤维短，所以这一块的肉一般是厚切，吃起来会比较滑嫩，但是没有横膈膜肉那么香甜。第2块就是我们的横膈膜肉，你也可以叫它牛五花，这个部位它其实很难烤，因为它很肥，所以很容易烤干，但它吃起来就贼香。我感觉我牙齿都没用力，甚至你把它吞了，那股牛肉的香味还会挂在你的舌根。完了之后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之一烧牛冬居然这么早就端上来了，它里面的那个肉真的切的巨厚，但你其实一口咬下去你的齿感会很轻松。它是那种脂肪虽然没有很多，但是很嫩的里脊肉，配上他们家的特制烤肉酱，嚼开之后那股炭火和牛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所以它饭也是配了日本最好的米，一口烤肉一口饭的快乐，可以很轻松就把一盆都炫完。空盘吃了饭之后就给我们上了一碗汤，它里面是一片用低温处理的和牛包着一个萝卜，怎么说呢，它非常像怀石料理里面的素汤，不过用牛腿肉比较肥，所以脂肪里的奶香
香已经渗到了汤里。汤应该是用蔬菜和贝类一搅的，味道很鲜。汤里面也是那个和牛那个骚骚的味道。然后接下来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之一，我就问谁见了这么厚的牛舌不迷惑？除了刚才那碗牛肉饭，我们今天就是冲着这个超厚切牛舌来的。他们的烤法其实很讲究，一开始用小火慢慢烤，然后可以看到牛舌滋滋冒油，最后表面变成非常好看的焦褐色海浪状。烤完之后切好摆盘，这种粉粉的感觉真的就是2个字：脆弹。所以才说它吃起来有点像龟苓膏，它嚼起来的质感很像没有炖煮过的蹄筋，搭配着一点烧烤味的山椒酱，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味，刚好中和了牛油的腻，后焦牛肉的感觉。吃完这个确实很腻，所以就给我们上了一个酸辣小番茄。接下来是一小份炸牛排，属实没想到上了一盘炸牛排。炸牛排一般都会用里脊肉，汁水比较少，嚼起来能吃到肉的扎实感，再配着旁边的酸酱，油香也不会腻人，所以它其实很像广东版的糖醋里脊。油香酸甜。接着是酱香牛腿肉，其实我想说这种薄切的非常适合做寿喜烧。服务员一直在讲他们那个酱香如何好，但我就想你给我端个生鸡蛋来，我想吃碳水。不过还好的是下一个菜就是和牛银鱼小饭团，因为米饭里面塞了那种炸过的小银鱼，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脆脆的口感，牛肉的脂肪加上海鲜的香味，得劲儿。这才是最贵的饭团啊。然后最后的甜品是他们家自制的牛奶布丁，超浓的奶香，而且推荐指数8.5分。啊！就连欧洲第一的德国队都打不过日本了吗？那岂不得吃个法餐庆祝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流量蹭的也太勉强了。像我这种非常会选餐厅的人，隔3差5不来当一下大冤种，我都浑身难受。我其实一直没搞懂，就是为什么好吃的法餐它都在日本和英国。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家日系法餐店，但是为什么说它日系，你们待会儿就知道了。感觉这是一种很新的料理，结合了法餐吃不饱、日料还很贵的2个特点。虽然很冤，但谁叫我买了日本队呢？嘿，今天我们来的是日本的麻布十番，是我觉得在东京最小资的一个地方。我的梦想就是在这个地方买套房。进店之后感觉这家店是懂那个暧昧氛围的。这是我们的呆滞77。今天的第一个菜就很冤，虽然是前菜，但是炸汤圆，不过它里面包的是煎鱼，好日啊！然后是一碗热的冒烟的河豚汤。你们说法国人吃过河豚吗？喝起来像乌骨鸡汤，我很喜欢那股很浓的药膳味，它又鲜又养生。下一个前菜是高脚杯里装的蟹肉，感觉这个好像有点东西，虽然不够塞牙缝，但它在蟹肉里面居然加了苹果，再点缀了一点海胆和鱼子酱，日料的奢侈上来了。下一个菜摆盘虽然好看，但当我夹起来一筷子豆苗的时候，我感觉它的 CPU 无鱼。好在这个鱼肉比较嫩，一点淡淡的葱香，蘸上一点旁边的奶香微甜的酱汁，我更饿了。1个半小时了，还在吃前菜。接下来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后一个前菜了，面包配虾头汤。我发现法国人特别爱吃这个菜。这个主菜端上来的时候，就是说我的一个眼流花都包起了。第一个主菜是惠灵顿鱼排，我其实不确定是不是叫这个。把它切开以后，酥皮鱼肉和菜的痕迹面看上去很有层次感。它这个酥皮单吃起来就很像烤好的小饼干，一整块下去又能嚼到鱼肉的鲜味感，还有面包的油香和蔬菜的清香。我懂了，它这个非常的日法混血，再配上一点黑松露，还是很有法国的感觉。好香啊！下一个主菜是烤芒果和牛排，这又是什么新奇的组合？感觉吃那么多前菜就是在为了等这个菜。但你抛开之后才发现，它是芒果和千层土豆，每一层的里面还夹着芝士，最上面那一层特别酥脆，味道有一点点淡淡的果甜，但是土豆的淀粉味更突出，就像吃了一口牛奶果味的土豆泥。它这牛肉好好切开哦。这一块蘸了红酒巧克力酱的牛排，就是纯正的法国味道。牛排的口感很嫩，咸甜的味道会越嚼越香，但我觉得其实换成鹿肉会更加的法国。然后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个主食，这个菜也是他们家的特色招牌菜，鱼肉饭。盖子打开的一瞬间，不选吃葱的应该会很沉默，因为它用的是鱼腹肉，所以很肥，肥到它那个饭里面都是鱼脂的香味，特别是把米饭拌匀之后，你每一口都能吃到那个长粒香里面的鱼肉的香味，好吃啊！这个菜真的是专业风了，特别的日本。吃最后的甜品又像回到了法国，虽然不是很正式，只有一个甜品，但它的颜值和味道都还是很厉害。其实一个甜品做好就够了，3个半小时，吃了又像没吃。阿基推荐指数8.5分，呵呵，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怎么样？一盒鳗鱼饭可以在日本卖到天价，为什么它可以这么贵啊？据说是因为日本鳗快灭绝了，但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噔噔，鳗鱼饭作为日本很早以前的一种传统美食，我突然开始好奇它最老的店还在吗？然后我就在网上搜到了这家店，果然又是那种开了100多年的店了。这是什么呀？好恐怖！我操，这个棕褐色，删文一下。今天的废话也很多呢，事与不长嘛，我们开始吧。哇，我们目前找到的是1910年开业的，虽然我猜在整个日本应该还会有更老的，但这家112年历史的店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它在江户川桥的附近，又是一家躲在钢铁森林里面的老店呢。日本这种带庭院的店都很贵。这是一个特别老旧的木造房子，我就害怕他们木板下面藏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哦，死贵呢！他们家这个菜单上面的照片是100多年前开业的时候拍的，不要想那么多，开始吃饭。小菜是个豆腐，上面点缀了一点姜丝，果然有钱人都喜欢吃豆腐的，非常没劲。第一个前菜是个小3拼鱼板鲷鱼毛豆，怎么感觉这个前菜比别家都还要穷酸一点，无语。然后第二个前菜是用盒子装的，但是打开之后怎么还是3拼？为什么这个鳗鱼饭的前置步骤那么多啊？豆腐皮儿好吃，但是没什么味道。然后这个是日本人很爱吃的干明太子，是用盐腌的，非常的咸，不应该用来下饭的吗？然后是酱油章鱼头，吃起来更像酱油椒泥。接下来这个是我喜欢的鳗鱼茶碗蒸蛋，很烫，吃的时候小心一点，鳗鱼的那个香味已经渗透到了蛋里，而且我一直觉得鳗鱼的香味和鸡蛋很配。接下来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海带黄瓜鳗鱼，它是一个凉菜，用烤
烤过的蒲烧鳗，配了下面的酸汤，酸酸冰冰的味道特别开胃。然后最后一个前菜是鳗鱼骨，我们见过很多次了，特别的好吃。这个我愿称它为荤薯条。就拿着手吃，嚼起来非常爽。然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来了我们的 C 位，他们家的主角鳗鱼饭。单点这个饭的话是9000日元，虽然这种老店确实好，但就是有点费钱。那我们继续鳗鱼饭。鳗鱼饭的传统做法就是先烤后蒸，是为了让那个浓郁的酱汁渗透到鳗鱼的内部。你们看它微微上翘有点焦的那个肉，其实我觉得第一口建议和饭一块儿吃，因为它米饭里面也是那个酱汁，这才是最完整的口感。哇！你其实夹起来之后闻到的不是酱香，而是那个炭火的香味，因为鳗鱼的肉特别容易附着那个炭的味道。焦炭烤鳗，鳗鱼中间的部分就是要这种一筷子能够夹断，从肉到里面的刺儿都是软的，但是皮一定要是焦的。哦，只有现杀的鳗鱼才能看到里面白花花的肉。接着中途来一口腌萝卜。据说先烤后蒸是为了锁住鳗鱼最原始的鲜味，所以才会有那种肉眼可见的鲜嫩程度。果然老店的黄肥鳝还是不一样，然后会上一碗鳗鱼干做的汤，烤过的鳗鱼干会让这个汤带上一种苦苦的茶香。最后是一牙哈密瓜，这东西在日本还不便宜。最后我们2个人一共吃了这么多，好像还有点贵。阿基推荐指数8分。尼泊尔料理，等一下它是什么菜啊？其实尼泊尔是个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更别说这个地方的料理了，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但是我还是去查了，我网上搜到的图直接把我看饿了。对，它应该不是那种普通的辣椒。于是我就去选了一家东京评分最高的尼泊尔餐厅。又到了吃异国料理的日子啊！它在一个非常破的楼里面，连续4年获得日本的百名店。2017、2018、2019、2022。进店之后的装修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西双版纳的感觉。すみません。16時45分予約した理由です。尼泊尔人说日语，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像日本人说中文。第一个开胃小菜，我看上去就觉得很辣，不像那些日本料理呀。它其实是一个辣炒羊肉，味道很像小时候学校门口卖的那个5毛钱一包的那个辣条，但是它是肉做的，嚼两下也很像我们四川那个红油兔丁。它这个是真的辣。第二道菜是水球饼，听老板说是尼泊尔的特色小吃，怎么感觉好像在印度的博主视频里面看到过？它就是一堆脆脆的圆球围着一堆蘸料，初生牛肚不怕火，拿起一颗球灌满蘸料，一口塞进了我的樱桃小嘴。干净又不能说，咬开那个脆壳的感觉，特别像山东煎饼里的薄脆。然后紧接着就是烧烤调味的汤汁和咖喱味的土豆泥，它还带了一点柠檬的酸味和薄荷，但它几个味道还是挺配的，像是菠萝海鲜炒饭这种派系，像一个开胃小菜。我发现这个小菜的吃法了，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球里面，辣炒羊肉配水球饼，我操，有点意思呀。下一个菜是鸡蛋肉饼，它在盘子里看起来莫名的普通又自信，看得我满脸疑惑，好像跟我们国内的一样。吃之前我以为它会和四川的锅盔一个味道，但它其实是那种比较松软的孜然咖喱味，就很吸味，但它可能更像柔软版的锅盔，但里面换成了烧烤咖喱味的猪肉馅儿，还挺好吃。芒果奶吸到了，没什么芒果。我确实想感叹一句，尼泊尔料理比我们之前吃的地中海料理好吃多了，没有拉踩的意思，主要是这2个菜系都用了很多香料，但是尼泊尔的搭配我更喜欢。接下来就是非常出名的尼泊尔饺子，又是完全没有吃过的味道。它其实这个设计和灌汤包有点像，只不过它这个汤在外面，因为它那个饺子里面也是汤，吃进去先是那个薄荷的味道，然后是经典的烧烤味，再是有一点肉馅里面酸菜的味道，就是饺子的部分特别像泰国的冬阴功酸菜饺子，非常的吃不腻，甚至有点像韩国菜。我觉得他们家有个特点，就是看起来都特别丑，但是味道就都是让你难以想象的那种美味。果然我的预判很准，这个菜还是很丑。尼泊尔人炒沙干，哇，这个吃起来真的就新疆味了，口感像是先卤后炸的乐山串串，但是这个更干。要非常注意的是他们家那个辣椒，真的要小心，它大概是小米大的4、5倍的辣度。我有个四川的滇面烧底。下一个菜是炸蔬菜，这个吃起来像韩国泡菜饼，油香蔬菜，活不到150了。下一个菜长得很像印度的芝士馕饼，然后我跟你说这个味道巨奇妙，我来形容一下，就是它像东北糖里面加了芝士，然后有一种很浓烈的水果味，就是它不仅有奶香，它还伴随着一股介于蓝莓和百香果之间的水果味，有点接近香蕉或者菠萝味的印度飞饼，深入舌根的奶香味。这家店不愧是拿了4年的百名店，太惊喜了，这个味道。最后一个端上来的菜是他们家的主食的主食，中间那个造型，它这个吃法好像还有点复杂，大概就是用中间那个糊就着各种配菜吃，它这个特别适合没有牙齿的人吃，它不需要咀嚼就可以很顺利的滑进你的食道。这算精致碳水吗？羊肉咖喱吃起来特别像国内的烧羊肉，就是这一圈菜吃下来都有一种莫名的咖喱味，现在我感觉空气里都是咖喱味。好啦，每次吃这种异域料理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体验不同味道的旅程才是最开心的吧。阿基推荐指数8分，卡玩意儿。我们吃了这么多才吃了7000块。你们好奇吗？把牛排做到全美国公认第一会是什么样子？我也没吃过，不过牛排不就是煎个肉吗？有什么好装的呀？今天这家餐厅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点贵，它是在去年的年底登陆的东京，现在已经过了整整1年了，它还这么难约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去见识一下纽约名副其实的第一牛排馆 Peter Luger。他在过去的135年都被评为全美第一的牛排馆，到底是因为什么？好大的排面啊！他要是不好吃，我会把他骂死。我也是最近才预约上，又到了乱花钱的日子。他家
家在美国纽约有2家店，然后第3家开在了日本的东京，就在惠比寿那个地方，全日本最好的餐厅都在那儿。站在他家店门口，有一种莅临美国哪个富豪庄园的感觉。すみません。11時半予約した理由です。有一说一，我还是头一回坐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地方吃饭，有一点点的拘谨。我们来看菜单吧，演示一下我们的紧张。上菜了，开始吧。他家的餐前面包会有好几种，我们选择了一个小法棍，但咱们就是说，它比法餐厅的法棍还要硬一点。小圆包就非常软了。不过面包只是为了引出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他们家的秘制果味烤肉酱。正好我们的第一个主菜就端上来了，厚切培根。这个外貌其实不算特别惊艳，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表面还冒着油泡，好厚啊！我真的很爱厚切的猪肉，咬开最外面那层已经被烤得酥脆的皮之后，就能吃到里面比较软嫩的肉和油脂。它会稍微有点肥，但真的很香，空口吃2块会很腻，所以就要搭配旁边的烧烤梅子酱，厚切就是那种非常有层次感的体验。下一盘的烤鱼就清爽多了，三文鱼搭配烤过的西兰花，还有几瓣柠檬，这也不得瘦死。美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实在，他们家这个三文鱼真的很出名，它会把里面的鱼肉烤得非常的嫩，你甚至用刀背轻轻一拨它就开了，一口吃进嘴里还没嚼，就嘴巴里就会充满鱼肉的鲜味，而且因为它温度刚刚好，里面的鱼肉吃起来会很有韧劲，鲜味感非常足。我还想再夸一下他们家这个酱，这个酱有卖的吗？然后接下来就是牛排了，在万众瞩目下迎来了今天的主角，牛排还在滋啦滋啦的时候就被端了上来。然后他们家不用选部位，只有剔骨，然后它一半是菲力，一半是纽约客，也是2种完全不同口感的肉。牛排都是当天从美国空运过来，经过28天的干式熟成，且是美国最高等级的牛肉 USD Prime， 所以它在日本可以卖到4万多一盘。来吧，一起来品尝一下号称是纽约第一的牛排。第一口我们吃原汁原味的，因为是干式熟成，它已经过滤掉了多余的部分，所以嚼起来会很轻松，还完整的保留了肉里面最精华的汁水。烤的过程中应该只用了黄油和盐调味，就是进嘴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肉很肥很厚实，接着是只有干式熟成才会有那个咸咸的汁水的味道。熟成的那个味道就是像鹿肉刚刚做好之后那个木材的味道，跟日本和牛的完全不一样，就它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口感，它是那种外脆里嫩的感觉，就是最外面那层焦脆的肉真的太上头了，有点像川菜里面干煸过后的牛肉，让人特别上瘾。然后你咬下去又能感受到里面的肉的柔软和牛肉些许的脂肪，哇，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他们家这个西兰花上面全是油，所以会觉得今天的蔬菜环节格外的轻松。剔骨左边的里脊肉吃起来会更柔软一些，相比刚才比较有弹力的菲力会更好嚼开，可能因为它牛肉的品质实在是太好了，就算是熟成之后你也能吃到牛肉里面那股奶香味。最后的最后他们家没有甜品，但是会给你2个金币巧克力收尾，他就故意让你有一种做富豪的错觉，但他们不知道这玩意儿在国内10块钱买一大兜。总的来说这家店我非常的满意，店里也很有历史感，有种百老汇老洋房的感觉，所以1分钱1分货，这么有名还是有道理的。阿基推荐指数9.5分，卡玩意儿好贵啊！烤羊肉，原来每个国家吃羊的方式差别这么大。日本人的吃法嘛，果然还是很装逼呢啊！不知不觉我们就迎来了凉爽的秋天。然后像我们这种电子榨菜的搬运工，在这种季节当然是以肉贴标，但感觉来日本这么久，烤牛肉、烤鸡肉、烤猪肉，我们还真没少吃。但是卖羊肉的店是真的少，太少了。啊，破音了，又到吃羊肉的日子啊！为什么日本人不吃羊肉啊？真的很无趣哎。今天我们选的店是在日本东京的新宿，又是这个混沌诞生的地方。胖企鹅，すげえ。6時半予約したのよ。他家可以吃到羊身上19个部位以上的肉，一开始会给一个计时器，说是每块肉只用烤10到20秒。虽然我们已经点了他们家最贵的那个套餐，但是我们现在要点一点别的单品，我没取牙套，我发现。真胖。他们家的羊都是产自鹿儿岛和北海道，那有没有新疆的好吃呢？今天可以浅浅的对比一下。第一道大前菜是生拌羊肉加沙拉小拼盘，生拌无语。这个生羊肉因为加了照烧料，进嘴之后没有什么膻味，感觉跟生马肉是一个味道。然后接下来这个环节来的有点快，活到150。好的，还是吃羊肉吧。今天的第一份拼盘是羊腿肉和羊羔肉还有羊舌。第一个先来羊宝宝，它吃起来的第一感觉是没有很羊哎，并没有那种很冲很膻的羊肉味，可能是因为小羊身上的肉就是又奶又软嫩，这大概就是年轻的味道。长得像内脏一样的羊腿肉，可能因为它是羊外腿的部位，就会有一点点筋，嚼起来很有韧劲，里面布满了经络，越嚼越有那个羊肉的香味。但是因为羊肉的脂肪含量比较低，瘦肉偏多，所以非常的适合干海交叠。我的六婆呢？我怀疑他们家这个料就是偷的六婆。蘸着辣椒面吃起来的羊肉有种国内的味道了。然后我们烤的时候，旁边的服务员一直在强调不要烤太久，羊肉烤太久就特柴，少烤一会儿保留住里面的肉汁，那样才会 Q 弹。而且烤羊肉并不会渗出很多油，45度吃羊肉不会胖。最后烤一下厚切羊舌，蛮扎实的。羊舌外面吃起来比牛舌更紧实，但是里面又特别的软，它里面像那种炖了好几个小时的牛舌。哎，好怪的口感哦，茄子啊，就是没有任何调料的茄子。接下来是一盘切的巨好的菲力，它在烤盘上的时候我就有点咽口水了。烤熟之后在旁边的雪盐上面滚一圈，这个感觉特别的治愈。它这种特制的雪盐是那种不规则的片状，那个咸味非常淡，甚至有点奶香，用那股淡淡的奶咸味激发出肉的鲜味。我现在特想刨2口米饭。然后这一盘铺满的是低温调理的羊屁屁肉，官方吃法是蘸着芥末吃，但是它的味道又特别像成都街边卖的卤牛肉，那就是说卤味我们要蘸什么吃？六婆呀，不是广告。你甚至还可以把这个卤味拿来烤一下，因为这一块肥肉比较多，烤一下
下之后，那个油香简直扑鼻。好的，接下来是这个肋骨肩膀肉，这个部位带了一定的脂肪，但是烤了之后，那个部位吃起来有点脆脆的，就吃起来很有弹性的脂肪，不油腻不松软，甚至还可以嚼一会儿。下一块是羊沙朗，就相当于是羊的里脊肉，我不是很喜欢那个肉，它就没什么油脂。下一口给到了我们的羊汉堡肉，这一口羊肉回头紧皱，羊肉团子，里面的汁水和油脂还是很丰富。他们家把羊肉打得特别细，它其实就是羊肉版的酱汁狮子头，还可以蘸一下生蛋黄咸酱油，就是味儿很浓，很想吃米饭，胖死我。然后吃一个羊心，话说羊心算羊杂吗？就稍稍烤一下之后，那个口感特别细腻，甚至还有点鸡心的味道。果然那个羊膻味真的会让人很开心。最后收尾的是羊肉寿喜烧，果然是日本人开的店，好吃还是好吃的，但是羊肉的脂肪没有牛肉那么高，口感基本上就是靠鸡蛋的滑嫩来提升。甜品是冰淇淋，是一个猴子。总体来说他们家味道很好，膻味很足。鉴定完毕，但其实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国内的做法。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想来一碗羊杂汤。阿基推荐指数8.5分，卡玩意儿6万岁。寿喜烧，你们说日本最老的寿喜烧店它还在吗？这是一个疑问，但也是一个很值得寻找的答案。我操！所以我就去搜了，现在因特网上能找到最老的店在京都，我就知道又是哪儿。就是不管37、29、78、63，我们又花了2000块钱车票过来做慈善，就当满足这个夏天最后的好奇心。这家店叫寿喜锅啊，1864年就开了，比我们之前吃了1886年的还老。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刚出生。它在京都的5大花街之一，仙斗町。我走在这条街上，我感觉我都老了20岁。它藏了大量的百年老店，这条街真的全是店，太爽了。废话说太多，但我就选说废话。すみません。7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けど。我每次都会觉得这种全日式的装修私密性特别好，这种古朴的氛围感比东京的强多了，价格也非常的讲究。不说钱，说缘分的缘，一盘肉8500元，前菜是一个芝麻豆腐，就这个东西在京都特别流行，属实开胃，特别的滑嫩，甚至像鸡蛋羹。然后就没有那些无食包间的前菜了，直接开始做锅，先是一块牛油润一下，然后撒上白砂糖，非常关西的做法，然后在白砂糖还没有化开的时候铺上牛肉 A5 的和牛就是一个大，煎一下之后再倒入酱汁，听着锅从滋啦滋啦的声音变成了咕噜咕噜的声音，看着和牛从红白相间变成了棕色，看着我从110斤变到了130斤。然后我们开始搅鸡蛋，真是肉汁大，一口吃不下。我发现这个蛋液的作用不仅是让它变得更滑嫩，主要是给那个肉片降温。他们家的寿喜烧特别的清新，不会太甜腻。说着第一口不吃饭，但我还是没忍住。而且他们家的酱汁没有那么抢戏，所以更加突出了它和牛油脂的那个甜味儿。不愧是老店，非常好吃，就是有点费钱包。接下来会在锅里放魔芋丝、大葱还有豆腐。第二口下去仍然很满足，滑蛋牛肉和米饭太配了，温热的牛肉和蛋液混作一团，包裹着颗粒分明的米饭，难以抗拒的鲜嫩。再来一口，2片滑牛让我刨了一整碗米饭。前面刚说完他们家8500元一盘，我们又追加了一份2片16000的和牛。来口和牛卷葱，我们先不卷葱根，卷那个绿色的葱叶，因为我觉得葱叶更有那个葱的味道，而且那个脆脆的口感包裹在寿喜烧里特别解腻，葱里面的甜还带一点辛辣。又想炫饭了。吃完之后继续煮菜，大葱、洋葱、小香菜，就这个锅越煮到后面就越清新。又是每次的固定环节，魔芋丝加蛋液还是那个滑溜溜的口感，想念起了那道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接下来换了一个蛋液，重新又加了一份肉。其实吃豆腐的时候也非常讲究，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嫩，嚼起来特别的扎实，用和牛卷着它吃就很完美。外柔内刚好像不太合适。接下来是香菜，我发现香菜煮了之后就没有香菜那个味儿了，淡淡的香菜味配上和牛，像是火锅里面煮的茼蒿和肥牛。最后一片还原我们最原汁原味的。这一口真的太大了，但是也必须得塞一口米饭进嘴，不然这口和牛都没有灵魂。寿喜烧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吃？餐后的甜品是一大牙哈密瓜，这东西在日本非常的昂贵，但它甜得来像打了糖水一样。总结一下就是他们家店是我吃过的寿喜烧里面性价比还比较高的，古朴的氛围，美丽的古街景，带朋友过来吃就是有品味有情调。阿基推荐指数9分，真好，这家店卡玩意儿。